為什麼不早點？嘿嘿，我阿豪啦！今晚故事的投稿者是小豬佩奇，是關於一個絕對不能觸犯的陽台禁忌。故事開始咯。這一則故事我也會以女生的角度亮妹去訴說。這件事發生在很多年前，那時候我還在台灣念大學，為了省錢，什麼樣的房子都敢租。我和我的姐姐因為學校離家實在太遠，我們便找到一間在嘉義的公寓，決定合租，因為房租便宜的驚人。當時啊，天真的我們只覺得哇靠，賺到了。搬進去的第一天，我們分配房間，我選了左邊那間，原因很簡單，因為這間房自帶一間獨立浴室，最重要的是它還有一個落地窗連接着小陽台啊。姐姐也只能選了右邊那間採光比較普通的房間。簽約的時候，房東是個看起來乾巴巴的中年阿伯，眼神總是有一點飄忽，不太敢直視我們。收了押金和第一個月租金後，他把鎖匙交給我們，轉身就準備離開。但就在他走到門口時，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，停下腳步，轉過身來，用一種很古怪、很嚴肅的表情盯着我看。啊，对了，亮妹，有一件事要特別交代你啊，你那個房間的陽台，可以的話，最好不要開齁，也不要出去啊。我是說如果啦，你真的手癢想出去，切記陽台地上那些堆着的雜物絕對不能碰啊！我當時愣了一下，心想這是什麼奇怪的規矩？哈？為什麼有陽台但不能出去？那能幹嘛？房東沒有正面回答，只是嘴角扯動了一下，露出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，臉上的皺紋擠在一起，看起來有點陰森。有句話，好奇心會殺死貓哦。好啦，我先走了，你們自己保重。啊，神經病哦！租房子還不讓人用陽台。但住了幾天後，我開始發現這房子有點不對勁。起初也只是聲音。每天到了深夜，大概12點過後，當整棟公寓都安靜下來的時候，我就會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。聲音是從我房間的那個陽台傳來的。一開始聲音很小，像是有人用指甲輕輕敲擊玻璃那樣。我還不以為意，想說嘉義這邊生態好，可能是什麼野鳥或是壁虎撞到玻璃，或者是老舊水管熱脹冷縮。但接下來的每一天，那個聲音不僅沒有消失，反而越來越大聲，越來越急促。就這樣忍耐了1個星期後的某天晚上，我正在臨時抱佛腳趕報告，都已經夠煩了，那個聲音又出現了，而且已經從輕敲變成了撞擊。就像是有什麼東西在陽台外面很着急的想要進來，被那個聲音吵得心煩意亂，我徒手就把原子筆給折斷了。吵死了！我忍無可忍，從椅子上站起來，氣冲冲的走到陽台的落地窗前，隔着厚重的窗簾，我猛地把它拉開，但什麼都沒有，黑漆漆的陽台，空蕩蕩的，只有幾袋黑色的垃圾袋堆在角落，那是房東留下的雜物。我看着空無一人的陽台，心裡覺得莫名其妙。但就在我準備轉身回書桌時，那個聲音又響了，咚咚咚咚咚咚。這一次聲音非常的近，就在我的面前，就在這扇玻璃門的另一邊。可是我的眼睛明明什麼都沒有看到啊！一股無名的火氣，加上年輕氣盛，我當下只有一個念頭，就要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在搞鬼。接着我沒多想，我整個人趴在門上，雙手握住門框，用盡吃奶的力氣往旁邊一拉。怎麼鎖得那麼緊啊？
扇塵封已久的落地窗終於發出一陣刺耳的金屬摩擦聲，被我硬生生地推開了。一股說不上來的味道瞬間撲面而來，那不是灰塵味，而是一種燒焦的味道，混合着一股淡淡的肉腥味。但我沒有在意那股味道，直接跨步走了出去。哎呀！啊，痛死我了！踢到什麼東西啊？臭房東亂丟在地上。我眯着眼往地上一看，這一看我整個人愣住了。被我踢到的並不是什麼普通的雜物，那是一捆一捆早已乾枯發黑的柳樹枝，而且在那些柳樹枝上還掛着好幾張黃色的符紙。那些符紙上的朱砂已經變成了暗紅色，看起來非常詭異。也因為我剛剛那一腳，有些柳樹枝也斷了好幾根。這哪裡是雜物堆，這分明就是一個陣法。心裡那種毛毛的感覺瞬間竄了上來，我下意識地抬起頭，想看看陽台外面到底是什麼環境，為什麼房東要搞這些神神叨叨的東西。這一抬頭，我才發現我房間為什麼總是特別陰暗的原因了。原來在我陽台的正對面竟然還有一棟老舊公寓。恐怖的是，那棟公寓距離我的陽台非常的近，近到什麼程度？大概只有不到60公分的距離，而且對面那棟公寓的窗戶全是黑的，那不是沒開燈的黑，而是牆壁被燻黑的那種黑。突然覺得很冷，明明是夏天的夜晚，但我卻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。算了，反正也沒看到什麼。我便轉身回房，不想再待在這個壓抑的陽台。就在我剛跨進房間，手握住落地窗把手，準備把門關上的那一瞬間，一陣陰風毫無預警的從對面的廢墟吹了過來。那陣風非常的強烈，直接灌進了我的領口。那不是冷，那是刺骨的寒意，還夾雜着那個燒焦的味道，濃烈的讓人想吐。好冷！我打了個寒戰，趕緊去用力把落地窗給關上。我若無其事的關了燈，鑽進被窩。我告訴自己別想太多，睡覺就沒事了。但我錯了，那個晚上只是噩夢的開始。自從我打開那扇門之後，這間房子徹底變了。又過了幾個星期，有一天晚上睡前，我突然想起長輩說過的一個長高秘訣。他說睡覺時要把身體完全躺平，手腳伸直，這樣骨頭才會生長。那時候啊，天真的很，想說就試試看吧。但那一晚卻成了我這輩子最恐怖的記憶之一。半夜我突然醒了，不，準確來說是我的意識醒了，但身體卻完全動不了。鬼壓床？不會吧？而且我還擺着這個 pose。我想喊，喉嚨卻像是被一雙看不見的手掐住，只能發出。就在這時，我感覺到了房間裡的氣溫驟降，那股熟悉的、令人作嘔的焦味再次彌漫在空氣中。那是小孩子的笑聲，聲音是從我的右邊傳來的。聽過去發現，放在床邊的那些毛絨玩偶有隻動了起來，甚至說是飄了起來。這時，落地窗的窗簾自己拉開了，透進來的月光讓我發現，玩偶並不是自己在動的，而是有一雙小小的焦黑的手正在把玩着玩偶。那雙手很短，皮膚像是碳化了一樣黑漆漆的，還有些地方裂開，流出黃色的液體。而且仔細一看，背後隱約能看到了一個小孩子的身影。姐姐，陪我玩。姐姐，能陪我玩嗎？這不是真的，這不是真的。這時感覺到床墊微微下陷，然後突然感覺到了一股重量壓在我身上，慢慢的往上爬。我拼命的掙扎，試圖衝破那層束縛。就在那張焦黑的小臉即將出現在我視線範圍的那一瞬間，我猛地吸進一口大氣，整個人從床上彈了起來。我大口喘着氣，全身都是冷汗，房間一片死寂。
玩偶也安靜地坐着，沒有移動過，焦味也消失了，好像剛才的一切都只是個夢。但我低頭一看我的被子時，發現了一道很明顯的黑色痕跡，就像是被煤炭抓過一樣。我再也不敢關燈睡覺了。可是恐怖並沒有因為我不關燈就放過我。幾天後的一個晚上，我正在準備睡覺，突然浴室裡傳來了聲音，那是水滴落在了浴缸上的聲音。我很確定我把水龍頭關緊了。經過上次，我心慌的從床上爬起來，慢慢的走向浴室，但這次我是開着燈睡覺的，所以沒那麼怕。那間浴室沒有窗戶，平時就很潮濕陰暗。我站在浴室門口，手顫抖着按下了開關，燈管閃爍了幾下，亮了。但眼前的一幕讓我整個人僵在了原地，連尖叫都卡在了喉嚨裡。浴室的浴缸裡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放滿了水，但那水不是透明的，而是渾濁的黑色的，上面還漂浮着一層像是灰燼一樣的東西。突然在這時，我看見一雙蒼白的布滿皺紋的手正緊緊抓着浴缸邊緣，那雙手的指甲很長，手指上的肉有些地方甚至已經沒了。接着燈突然開始閃爍，一顆頭慢慢的從那黑水裡浮了出來。那是一位老奶奶，或者說曾經是一位老奶奶。她的頭髮是濕漉漉的白髮，糾結在一起貼在頭皮上。她的半邊臉是完好的，但另半邊臉已經燒沒了，暗紅色的肌肉組織暴露在空氣中。她死死盯着我看，然後突然開口說話了：好燙，好燙啊！為什麼現在還開門？我整個人凍在原地，大腦一片空白。還沒等我反應過來，她突然就動了起來。你為什麼不早點開門啊？我猛地把浴室的門甩上，連滾帶爬的衝回床上，用棉被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風。此時廁所門傳來了撞擊聲，他像是在用頭撞擊浴室的門板。他來了。妹，你怎麼了？是姐姐的聲音。原來是因為姐姐剛剛聽到我尖叫聲，過來查看我發生了什麼事。我看着她，眼淚直流。我們要搬走，現在，馬上，立刻。姐姐看我臉色慘白，不像是開玩笑，也沒多問了。我們連行李都沒怎麼收，拿了貴重物品就逃出了那間公寓。之後我們便逃到了附近的便利商店，我也把這次所發生的事情都告訴了她。然後等到天亮後，我就急着打電話給房東退租。喂，房東，我們要退租。電話那頭傳來了房東懶洋洋的聲音：啊，為什麼？住得好好的，不是嗎？合約也還沒到，沒有很好的理由不退押金哦。我一聽火氣就上來了。你他媽還敢耍賴？你那個房間鬧鬼了！我看見那個老太婆和小男孩了。房東那邊突然沉默了，過了好一段時間，他才緩緩開口：你是不是把玻璃門打開了？我愣了一下。啊？你在說什麼啊？你是不是把陽台玻璃門打開了？你是不是動了地上那些柳樹枝？我不是千交代萬交代，說絕對不能動嗎？我被他哄得一愣，腦海中浮現出那天不耐煩的踢開柳樹枝，好像還不小心撕掉符咒的畫面。房東嘆了一口氣，語氣變得無奈又疲憊。還敢笑？好吧，押金我退半給你們，也怪我當初貪心，沒有說實話。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房東沉默了一下，才緩緩說出了真相。其實根本跟我這間房子無關啊！你應該有看到陽台對面有一棟公寓吧？那棟公寓幾年前發生了一場非常嚴重的火災，那一戶
家人住着一位老婆婆，還有她暑假來玩的孫子。那天起火點就在大門口附近，火勢太大，他們根本無路可逃。他們被逼到了陽台上，他們看着對面，也就是你現在住的這間房的陽台。你也知道這兩棟樓距離很近，他們想跳過來，他們在陽台上哭喊求救，想跳過來卻又不敢跳，最後火舌吞噬了陽台，他們就是活活在陽台上被燒死的。聽到這裡，我和姐姐都嚇傻了，背脊發涼。那為什麼這房子會鬧鬼？哎呀，師父說，因為死得太慘，怨氣太重，他們死後靈魂被困在了那一刻，每晚他們都在重複着那一刻的輪迴，被火燒、逃命、絕望啊！但不同的是，他們已經變成了鬼，鬼是可以飄的。他們想要逃離火場，所以每一晚都在試圖跳過來。你踢斷的那些柳樹枝和符咒，就是我請師父設下的結界，就像是一道籬笆擋住他們，讓他們過不來啊！但你把門打開了，你把籬笆也踢倒了，也很自然的，他們應該每晚都進來你房間避難了吧？掛了電話，我久久無法言語。我想起那個燒焦的小男孩，也就是那個孫子。我也想起那個浴缸爬出來的老婆婆，她只是覺得太燙了，想找水降溫吧。從那之後，我和姐姐再也不敢租太便宜的房子了。嘿嘿，感謝大家把影片看完哦，也感謝右上角加入我會員的土豪們哦，阿豪萬分感謝，也愛死你們了。最後，喜歡好恐怖動畫的大家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哦。我們下個星期見嘍，拜拜。